大家好，欢迎来到 K 线西游战法频道。那美股经历了一轮从3月7日的下跌西游之后，我们看到了跌破了144日均线和169日均线，构成了日线级别的下跌西游。那根据我们 K 线西游战法，就有时间级别切换、方向切换在这个位置，所以呢，我们初步判断行情走到这个位置会有小线级别的4小时级别的反弹。在反弹过程当中，我们看到突破了144日均线和169日均线，并且呢形成了与下跌对应的日线级别的上涨西游。那这轮日线级别上涨西游的起点呢，在3月16日这一天走出了一个悟空阳线之后，走8节阳线组、沙僧阳线和唐僧阳线。那日线级别下跌西游之后的日线级别反弹，让行情得到了反转。同时呢，目前道琼斯工业指数与比特币发生了一个从背离到同步的现象，那么行情对于道指来说就有机会继续上行，从而发动彻底的反转的行情。那么回到比特币的行情当中，在周末的行情当中，我们看到比特币始终处在$28,500附近做高位的盘旋震荡。这个区域呢是一个箱体结构的上边线，只要突破28,500，重新出现新高的话，那在日线级别上很容易出现第4轮日线级别上涨西游的一个悟空阳线。那么我们正在等待的也是这根悟空阳线的出现，只要能够出现悟空阳线的话，行情很容易发动第4轮的日线级别上涨西游。那在时间级别切换之后，我们看到周线级别上走出了周线级别的悟空阳线和8节阳线组、沙僧阳线在这个位置上沙僧阳线遇阻于$28,500，这个位置呢也是周线级别169日均线形成的一个阻力。那阻力位发动突破之后，上方看到$32,000，$32,000附近呢是周线级别144日均线形成的一个阻力。但是呢，如果出现日线级别的一个大阳线悟空阳线如果能够出现的话，行情应该大概率会继续上行走高。那么周线级别上，最终我们就会看到一组周线级别完整的一个上涨西游的动作。那么我们看到最近这个行情BNB 和以太坊相对于比特币的交易对始终处在一个下行的趋势BNB 处在一个下跌趋势，以太坊对比特币的交易对我们看以太坊对比特币的一个交易对也始终处在一个下行的趋势当中这里面我们看到了以太坊对比特币的交易对跌破了一个重要的支撑线，这条支撑线源自于21年5月份波峰连线通过交点之后连接过来之后，位于0.067附近的一个压力。这个压力位突破之后，意味着以太坊相对于比特币会出现滞涨的现象。虽然比特币目前是一个多头趋势，但是以太坊相对于比特币它的涨速出现了减缓所以呢，目前的多头行情依然是比特币引导的。那么我们回到以太坊对 USDT 的价格上来，在这个交易对上，我们看到箱体结构目前已经发动了突破，并且呢，在高位上形成了一个筹码密集区，这个密集区在$1,850构成了一个压力位。如果能最终突破的话，我认为新的一轮以太坊的日线级别上涨西游将会展开，并且在周线级别上，以太坊同步了比特币在周线级别上目前正处在一个沙僧阳线的势力范围，上方最重要的压力位在$1,950，如果能够得以突破，上方在周线级别的空间将会打开，目标点位呢是在$2,200，前面行情当中震荡过程当中形成了一个重要的阻力位这个位置大概率会到达$2,200。对于山寨币来说我们最近行情当中给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提示就是道指有可能出现一轮行情。那么今天我们看到了道指在事实上已经发动了一个向上的趋势，在这个向上的趋势当中，我们看到依然处在一个相对的低位，这个相对的低位是相对于比特币和以太坊很多主流币种来说的。我们看到道指作为山寨币来说刚刚站上了日线级别144日均线和169均线这个重要的位于$0.08的一个压力位附近，那么上方就有很大的空间。因为在这轮行情当中，我们看到即使是比特币来说已经站上这个144日均线、169均线很长时间，并且在均线之上已经有50%左右的利润。那么行情走到这里面，道指呢是落后于整轮行情的，所以呢，如果能够突破并且站上$0.06站上$0.06之后呢，它向上的空间将要被打开。
啊，向上的空间将要被打开。那么我们看到这里首先发现了昨天4月1日走出了一个悟空阳线，然后如果上方能够展开行情继续上行的话，会有八阶阳线、沙僧阳线和唐僧阳线。那么一轮日线级别上涨吸完成之后，我们通过合并 K 线可以看到在周线级别上目前没有一个像样的阳线出现。那么前方去年10月份有一个悟空阳线走出来之后始终围绕这个悟空阳线做收敛动作围绕这个多头形成的一个筹码空缺区做回补震荡那么这一轮行情对于道指来说就有机会重新发动一波上涨，并且我认为道指呢每次它的上涨速度一般来说是急速的看22年10月份的这波行情上涨速度非常快达到几个交易日就达到177%，所以呢，目前对于道指来说有补涨需求，在这个位置上应该布局一定的仓位最终呢能够获得可能比目前来说比特币上涨幅度更多的一个利润。那么我们关注的 CFX 这2天走了一个震荡的盘整但是这个震荡的盘整呢依然是处在一个上涨的趋势当中。在日线级别上，我们看到一轮日线级别上涨吸收之后，做2轮日线级别的下跌吸收做调整，然后新的一轮日线级别上涨吸收，让高点建立在0.4888这个位置呢非常接于整数关口0.5美金，然后继续盘整之后，我认为仍然有机会因为CFX 呢是香港板块的龙头币种，在周线级别上我们可以归纳整理出来目前走在沙僧阳线的这个位置，我们看到悟空阳线走出来了，八阶阳线走出来了，沙僧阳线在这里面始终震荡，但沙僧阳线呢代表了我们的人生多震荡，在这些震荡波折过后呢，我认为在周线级别非常大的可能走出唐僧阳线，目标点位呢是在0.7美金。那么 SXP 呢，作为这轮行情当中快速上涨的一个币种是有一个利好出现就是主网进行切换切换之后呢，出现了一轮行情的上涨。那在日线级别上，我们可以看到悟空阳线走出来了，八阶阳线走出来了，目前正走在一个沙僧阳线的震荡位。同时呢，可以把时间级别切换到4小时级别，切换到4小时级别之后呢，今天早盘出现一轮上涨。那么这轮上涨呢，我们可以通过 K 线吸收战法合并 K 线把它画出来。首先是一轮日线级别4小时级别上涨吸收之后，那么目前走的是第2轮的4小时级别上涨吸收的当中的一个沙僧阳线的这个位置首先4小时级别这个位置上是第2轮4小时级别的悟空阳线，然后是八阶阳线组，然后是沙僧阳线。沙僧阳线之后呢，我认为仍然有机会继续突破，最终呢形成一个日线级别的上涨吸收。同时呢，上方我画了一个方块，这个方块呢代表了下跌过程当中的一个筹码空缺区，是非常容易进行突破的位置因为它直接跌下来，然后底部盘整之后发动反转行情那么反转行情走到这里，上方的阻力位呢是在1.12美金附近所以呢，既然到了这个位置很容易发动一轮日线级别上涨吸收目标点位呢是在1美金。同时呢，这轮行情可以关注的是减产币种目前可能会走出一轮行情，因为我们看到在日线级别上对于 LTC 达势始终处在一个高位震荡这个高位震荡呢一点都不弱于比特币，所以呢，如果比特币能够出现新高的话，我认为 LTC 达势这些最近要减产的币种会冲破比如说 LTC 会冲破100美金，最终呢它完成它的周线级别上涨吸收目标点位呢是150美金附近。那么好，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非常感谢大家一直以来的支持和鼓励，希望大家能够给我一键3连，让更多的朋友能够了解 K 线西游这本书。感谢大家，再见。